村里出现了一具鬼子尸体，现场留下的砍刀上还刻有一个阳字。少佐问村长：“这是谁家的？”见村长不说，少佐直接一摆手，剩下的孩子纷纷痛哭，但村长还是不肯说。一位老农看不下去了，走上前来怒斥少佐：“呸！操你妈辈祖宗！”气得少佐一刀斩杀老农，直到看到鬼子要架枪屠村，村长才答应带鬼子找人。事情发生于雁门关地区，作为中原的关隘要地，这里也是鬼子的重要补给线。几天前，公路被八路军炸毁，鬼子开始在村里抓劳力修路。村长为了保住村民的性命，只得当起了少佐的走狗，去村里挨家挨户拉人，这样他成了村民口中的汉奸，村民们纷纷避而远之。但以鬼子的尿性，进村怎会只是抓劳力？这名鬼子进入杨家搜查，见到杨家媳妇秀清，直接就要上前实施凌辱。可这名鬼子不知道，秀清可是个贞烈之人，看到母亲被鬼子欺负，秀清的儿子上前阻拦，却被鬼子一脚踢开，这让秀清母性爆发，摸起石磨下一块砖头，猛地一下把鬼子拍晕，随后挥刀一阵猛砍，把鬼子剁得稀碎。鬼子的尸体被发现后，少佐逼迫村长带路找人。村长带着鬼子绕来绕去，来到杨家门前时，村长迟疑了一下。想到杨家的孤儿寡母以及在外当八路的镇务，村长实在不忍出卖，便带鬼子来到了自己家。鬼子迅速将村长家包围，将村长一家老小锁入屋内，随后一把火点燃了房子。听到屋内传来的惨叫声，门外的村长咬牙切齿，用手指抠出了几道血印，眼角不断地抽搐着。村长忍不住要冲出去，却被鬼子一枪托干倒，老婆孩子老母都没了。村里人终于理解了村长，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但逝去的终究回不来了。媳妇儿，儿子，我对不住你们啊！其实村长也是名八路，但为了博得少佐的信任，他必须忍受仇恨和痛苦，进而对少佐笑脸相迎，带着乡亲们继续修路。讽刺的是，为了犒劳村长，少佐给了村长几块大洋，让他给家人置办衣物。可他现在还哪有家人？借一名同志之手，村长转头就把大洋资助给了八路军的同志。拿到沉甸甸的大洋，同志们心情沉重，立誓要为村长一家老小报仇，要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。彼时，鬼子驻扎在广武城。这天，连长秘密会见村长，告知他要攻打广武城的计划。因为广武城是鬼子的屯聚地，鬼子的精锐都驻扎在那里，强攻肯定很难拿下，必须里应外合，施展计谋。过几天是雁门关的庙会，连长希望村长搭个戏台，找个戏班子来村里唱戏，把少佐和日军都邀请过来，这样广武城的守军空虚，便能大大增加八路军的胜算。村长一听能帮忙打鬼子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。他从没想过立多大的功，只想为死去的家人报仇。这天，村长提着小酒，诚挚邀请少佐参加庙会。一听说请了戏班子唱戏，少佐顿时乐开了花。好，好主意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是大东亚共荣。我们搞一个大大的联欢。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，村长开始布置活动场地，等待少佐和日军的到来。与此同时，八路军分头行动，一支部队在广武城外蓄势待发，另一支则在小路埋伏。晚上，鬼子和村民齐聚一堂，共同观看戏班子的表演，却不知八路军正在悄然行动。小路上的部队埋好地雷，只待返程驰援的鬼子一经过，便会将鬼子的卡车炸飞。城外的部队也开始行动，顺着绳索向城墙攀爬。为了指引八路找到弹药库，秀清早早进入了城内。他在弹药库的屋顶放上灯笼，以便八路找到并炸毁这里。这时少佐看得正得劲儿，全然不知城里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弹药库爆炸的一声巨响，少佐才反应过来。他立马带军驰援广武城，不过他们急匆匆的返程，正中八路的下怀。小路上的部队早已埋伏在此，日军的卡车一经过，埋好的地雷立马炸响，卡车被尽数摧毁。这场行动顺利成功，八路军营内热闹非凡，庆祝打了一场胜仗。而村长的处境却十分悲凉，失去了家人，他呆坐门前，最后只能来到坟前告慰家人的在天之灵。
娘、媳妇儿、儿子，你们可以闭上眼了。此役鬼子伤亡惨重，每一步都在八路的算计之中。少佐也后知后觉，意识到可能是村长告密，他派军将村长五花大绑，进行严刑拷打和逼问。镇武和村民们心急如焚，担心这样下去村长撑不住，只得派人去联络连长。借着送饭的名义，秀清成功潜入，见到了村长。他告诉村长，连长正在想办法，一定会救他出去。村长却让大伙别管他，他要是不见了，鬼子肯定找村民的麻烦。他还提醒秀清，鬼子要往雁门关增兵，让秀清一定把话带出去。雁门关外，连长带队与鬼子激战，但看到鬼子上了重武器，只能避其锋芒，暂时撤退。另一边，镇武带一小队在小路伏击路过的鬼子，一块块巨石落下，砸得鬼子口吐鲜血。神出鬼没的八路军搞得鬼子顾头不顾尾，也让鬼子顾不得处刑村长。雁门关沟壑纵横，山穷水复，让鬼子吃尽了苦头。这次在往新口方向进军前，少佐长了个心眼，想到村长对地形熟悉，就打算叫村长带路。村长意识到这是伏击鬼子的好机会，于是顺着少佐的意思，就把鬼子带向绝路。为了把消息送出去，村长用手指写下血书，在秀清送饭递筷子时，秘密把血书塞给了秀清，让八路军得到了消息。少佐让村长在前面带路，鬼子则紧跟着，小心翼翼地前进。看到消息的八路军迅速朝着雁门关岭行进，到达既定地点设伏。村长引着鬼子继续前进，逐渐走入了山沟深处，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。但因为村长走在最前面，八路军担心误伤村长，所以迟迟没有动手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村长早已决心赴死。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见同志们迟迟没有动手，反倒让他有些心急。他开始唱戏，示意赶紧动手。嘴巴巴的那个哥俩，你的手，都是他，那是个谁呀？那是个谁？少佐察觉村长不对，想叫住村长进行询问，但村长只是边唱边走，全然不顾鬼子的呵斥。腿不中弹的村长艰难爬起，面对少佐持刀相逼，他自知已活不成，毅然求死，主动迎上一刀，壮烈牺牲。狗日的！我送你们到阎王殿！村长死了，同志们再无顾虑，朝着山谷疯狂扫射，投掷手雷。在汹涌的子弹和炮火声中，八路军气势如虹，发起冲锋，将3000多名鬼子尽数全歼。影片《浴血雁门关》记录了抗日战争初期雁门关军民的抗日悲歌。影片从小人物的角度展开，塑造了一个为了保护村民向鬼子委曲求全的村长。虽然是村民眼中的汉奸，但在是是非非面前，他从不失大义，宁肯牺牲自己保全大家。在雁门关岭的伏击战中，他慷慨赴死，只身把鬼子带向了绝路，换来了八路军的一场大胜。在真实的抗日战争中，还有许多像村长这样的人，为了大局，他们忍辱负重，不惜背负汉奸之名，在最为险恶的敌后战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们是最可敬的人。